为你认识长城吗？你可能只见过它在阳光下的宏伟，只见过它被游客簇拥的一面，但长城有另一面，一个正在被世人遗忘，在时间长河中默默崩塌，孤独而雄壮的背影。它不只是一条绵延的建筑，它是一部活着的历史，一段正在消失的文明。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90后摄影师的脚步，走进这条巨龙的腹地，去记录那些绝美却正在消失的瞬间。2025年是他拍摄长城的第10年，10年间他拍摄了30万张照片，只为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：长城在等你真正的靠近它。这位守望者名叫杨东，来自辽宁丹东。他并非专业摄影师，大学学的是国际学院的会计专业。然而，他对长城的执着源于童年的那份不解。杨东8岁时，第一次登上家乡的虎山长城，他被眼前的场景深深地震撼。然而，他却被告知这是假长城。为什么连当地人都认为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是山海关呢？这段历史的淹没让年少的他深感惋惜。直到后来，杨东确认了虎山长城的历史地位，从那一刻起，他决定不能让真正的历史被遗忘。他要做的就是用镜头去记录长城更真实、更完整的模样，尤其是那些未经修复、充满野性的野长城，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。长城横跨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15个省，盘环2.1万千米。杨东主要拍摄的是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。2015年9月，他第一次来到河北金山岭长城，那份内心的冲动是如此强烈，他竟然在那里一拍就是3天3夜，拍摄了1500张照片。正是这次拍摄让他拿下了摄影大奖，也让他下定决心此生与长城为伴。他用了10年时间，完成了从摄影者到研究者再到保护者的蜕变。他的摄影作品在国内外影展中获奖100余次，被浏览超过1.5亿次。杨东的作品能震撼人心，是因为他拍摄的不是游人，而是长城的灵魂。他追求长城最宏伟、孤独、充满力量的瞬间。他希望展现古代文明融入自然环境的独特之美，那种带着时间的残酷感和磅礴感的画面。他发现长城依托山势而建，因此他的摄影哲学是拍长城拍的其实是山，是建筑，也是自然。而当山与大自然的云、雾、雪、光结合时，就会诞生出意想不到的意境。为了捕捉这份意境，他必须追逐极端天气。看这张独石口长城雷暴云的照片，乌云像海啸般压境，大地延绵，云朵汹涌，这份冲击感是杨东冒着被雷电击中的危险才拍下来的。再看这一幕，在梅花丛林中，飘渺的云雾围绕着长城，美得像一幅清雅的古典画卷。而秋日的箭扣长城色彩绚丽，再加上云雾环绕，呈现出一种拨开云雾见梦境的神秘感。长城不只是雄伟，它饱含感情。褐色的云海像翻滚的滔滔黄河，掀起磅礴的气势，山河呼啸，奔腾汹涌。大雾弥漫下的敌楼，在他眼中正是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浩浩汤汤的意境。他想拍下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家国之情，而长城之上从天空飘来的乌云，像极了敌人来袭时燃烧云烟的烽火台。那一刻，他仿佛穿越回古战场，像是触摸到了长城的生命。
他的视角也赋予了长城独有的浪漫和后现代感，这是古老文明与当代情感的碰撞。杨东的拍摄从来不是轻松的徒步旅行，他常常需要公交车倒好几趟才能到达目的地，要扛着超过20公斤的器材，经常凌晨2点开始爬长城，20多个小时不睡觉，从日出守到日落。2018年12月，他去了明长城的最西端甘肃嘉峪关，为了捕捉最完美的瞬间，在零下20多度里，无人机的平板电脑被冻关机了。为了不错过最佳的拍摄时机，杨东将平板电脑紧贴着身体，用体温将机器恢复电量。他回忆说，食指都差点没法按下快门了。长城在万籁俱寂的风景背后，也伴随着危险。夜里刮起的9级大风，深山里闪过的鬼火，以及丛林中闯出来的野猪。他说，一开始也会害怕，但看到长城、烽火台，恐惧就消失了。这里就是他的精神家园。他走过的地方很多，但在他眼中，每一段长城都有独特的魅力。金山岭长城被他称为最美长城，这是现存最完好的一段明长城。箭扣长城最雄壮，没有任何人工修饰，能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古老长城景观。而拍摄最险峻的司马台长城时，杨东脚下单边墙只有40公分，左侧就是300-400米的大悬崖。司马台长城陡立的山峰一侧，就是倾斜85度几乎垂直的天梯。杨东又去了山西，经历了最长时间的一次拍摄，整整36天。他累了就睡在帐篷里，只为了真正了解长城，和长城进行对话。这一次，他拍下了古老的军堡，画面里的古长城犹如一个个不死的老兵，虽然正在凋零，但依旧坚强挺立。当他的照片发布后，曾有人问他，为什么长城这么破还不修？现实是，长城从东到西8000多公里，根本无法集中处理。更重要的是，长城修建和修缮的成本是极大的。敌楼建在山顶上，修缮的砖头需要骡马驮上去，抢修一座敌楼需要花费整整5个月。据统计估算，长城的大约1/3已经消失，它们在自然风沙和人为破坏中失去了自己的形状。如今，杨东习惯将垃圾带走，攀登时也尽量保护山体。他希望能够在长城遗迹消失前记录下更多美好的照片，哪怕它是残破沧桑的，至少都是原本的样子，定格下这种古文明与自然的融合之美。杨东已经准备好用一辈子来拍摄长城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最好的保护长城的方法就是不要乱踩踏，乱碰那些残破的地方。让我们从了解它开始，尊重它，保护它，别等到它彻底消失的那一天，才发出惋惜的叹息。